我叫沙小雕，我娘在生我的时候就难产去世了，我爹又常年在外打工，所以我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。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屋后有一座孤坟，但不知道是谁的。问爷爷，他也一直闭口不谈。我7岁那年，村里要修路，刚好要经过我家屋后，所以那座孤坟也得迁走。没想到却遭到了我爷爷的极力反对，无论村长如何劝说，爷爷也不为所动，并气愤地说道：挖了这坟迟早得出事。村长眼看来软的不行，只有来硬的了。当天晚上，趁着我们一家人已经睡着后，领着一群人来到我家屋后，悄悄地挖开了坟墓，准备把棺材抬到后山坟地重新下葬。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正当他们把棺材抬到我家门口时，绑着棺材的绳子却齐刷刷的断掉了，只听嘣的一声，棺材重重的落在了地上。这个声响惊醒了爷爷，他拿着菜刀出来就要跟那些人拼命，还好最后被村里人给劝了下来。农村讲究落地下葬，棺材在哪落地就要在哪下葬。于是爷爷做出决定，拿着锄头就要在家门口挖个坑，将棺材就地掩埋，这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，急忙劝阻。可爷爷是个倔脾气的人，谁劝都不好使。奶奶气不过，也进屋拿了把锄头出来，对着棺材就是一顿猛砸，边砸还边骂道：我倒要看看这里面到底装着啥宝贝，让你这么护着。随即棺材就被奶奶砸出了一个大窟窿，奶奶往里瞅了一眼，顿时就安静了下来，跑回了屋里。我好奇的上前也想看一眼，却被爷爷给撵回了屋里。爷爷就一个人在院子里忙活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家门口就多出了一个小土堆。我当时也非常的好奇，就问爷爷奶奶里面装的到底是谁，但他们总是逃避我的这个问题。直到过了几天之后，村里有了传言，有人在清晨下地干活的时候，路过我家门口都会看到一个女人站在那里，可能是坟里的鬼。这些话传到了我的耳朵里后，我又跑去问爷爷，爷爷却板着脸呵斥我道：别听那些人胡说，这世上哪有鬼。他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是在那之后，我们每次吃饭时桌上都会多放一副碗筷。我当时虽然年纪小，但我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我心里也渐渐的开始害怕了起来。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会想到门口的那个女人，越想就越害怕，越害怕就越睡不着。就在我实在困得不行，刚刚迷迷糊糊的睡过去的时候，突然就听见了奶奶大喊大叫的声音：你在干什么？那是你的儿。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叫声给惊醒了，睁开眼就看到奶奶正怒不可遏的拿着扁担往一个女人的身上砸，砸了有10来下，那女人才撞开奶奶逃了出去。爷爷也在这个时候赶了过来，刚进屋就被奶奶一顿臭骂：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你硬要把棺材埋在家门口，现在好了，都进屋了，看你要咋办。没想到爷爷反手就是一巴掌打在了奶奶的脸上，并大骂：当初他生小雕的时候，你个黑心婆娘为什么不留他一条命呢？爷爷骂完就出了屋子。我这时才明白过来，刚才站在床头的那个女人竟然是我死去的娘。我问奶奶，刚才那个是我娘吗？奶奶只是嗯了一声，然后也跟着爷爷出了屋。我一觉就睡到了第二天晌午，我走出房间就看到堂屋里多了2个人，一个是我的二奶奶，我奶奶的亲妹妹，会点看风水的本事，村里的婚丧嫁娶都会去找她帮忙。另外一人是我爹，应该是爷爷通知他回来的，他们好像正在商量着什么事。二奶奶一看到我出来，就对我说：小雕，你晓得你娘是咋死的不？爷爷和爹听到二奶奶这么问我，脸上瞬间一变，但二奶奶却是瞪了他俩一眼，说道：现在都找上门来了，你们还能瞒得住吗？爷爷和爹一听都没有再吭声。之后二奶奶就把关于我娘的事原原本本的跟我说了一遍。奶奶为了传宗接代，就让我爹娶了精神有点问题的娘，但自从我娘嫁到我家之后，奶奶就没给过她好脸色，脏活重活都让她干，对她的态度也非常的恶劣。后来我娘怀上了我爹也出去打工了，他在生我的时候难产了，给娘接生的是奶奶。在面临保大还是保小的问题上，奶奶选择了保小，结果就是我娘成功把我生下来了，但是她却没来得及看我一眼就死在了床上。听到这里，爹忍不住抹了把泪，说是我没照顾好她。二奶奶对爹摆了摆手，说道：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，还是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掉吧。爹急忙问道：有什么办法解决吗？
二奶奶想了想说道，我只能试试看了，先给他上7根桃木钉，要是吓不住他，再用其他手段。爹和爷爷听后立即就出门去砍桃树了。约莫过了1个多钟头后，他们就拿着削好的7根桃木签子回来了，把签子交给了二奶奶。二奶奶在签子上面画上了一些歪七裂八的纹理，看起来很是玄乎。画完之后，二奶奶就对我说道，你是他的孩子，你来做这个事，他不会怪罪你。现在太阳大，就趁现在钉进去。之后我便在他们几人的陪同下，将桃木钉钉入了门口的坟堆里面。当天晚上，爹陪着我一起睡，刚睡到半夜，我突然感觉脸上一凉，猛地睁开眼一看，却见床前正站着一个黑乎乎的影子，他偏着脑袋，披着头发，正在盯着床上看。我支支吾吾的喊了声娘，没想到他竟然还僵硬的点了下头。我的声音吵醒了爹，他拉开了灯，眼前的一幕顿时把他吓得目瞪口呆。只见我娘穿着一身大红寿衣，正呆呆的站在那里。爹翻身下床，扑通一声跪在了娘的面前，几乎是嚎啕大哭着说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求你不要再缠着小雕了，他是你的儿子啊，你要缠就来缠我吧，我把命赔给你。就这样，约莫过了半分钟，娘突然僵硬的向爹伸去了手。爹惊呆了，娘的这个动作竟然是在拉他起来。爹还没来得及伸手过去，爷爷奶奶还有二奶奶他们3人就冲进了屋子，见了屋子里的情况也是大惊失色。二奶奶大骂，你这个短命鬼，我晓得你死的冤，你有啥冤我们帮你处理，但你也不能一直纠缠着你的儿子呀。娘这会儿也缩回了手，跌跌撞撞的朝着他们3人过去，又一下就将奶奶给撞倒了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娘走后，他们几人又回到堂屋去商量其他办法了，留我一个人在房间里。我悄悄来到房门口，竖起耳朵，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，就听见二奶奶说，你们刚才也看到了，还好我们发现及时，不然他的手就要伸到孩子他爸身上去了，看来他是想来报复你们的。我的本事不足，镇不住他，只能服软了。这次你们决定吧，是保大还是保小？保小你们怕是活不过去了，要是保大的话，就把小雕提到坟前烧给他，他就不会闹了。听到这里，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，差点站不住摔倒在地上。而接下来听见的更是让我如坠冰窟，只听见奶奶带着哭腔的声音回道，这次保大。听到奶奶说保大，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冲出房间，来到奶奶的身边，拉扯着她的衣角，就是一顿大吼，你怎么这么坏，害死了我娘，现在又想要害死我。我的突然出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懵住了。爹第一个反应过来，3两步来到我的跟前，一把将我提了起来，对准我的屁股就是狠狠的几巴掌。我觉得很委屈，就大哭了起来。爹满脸怒气的对我说道，谁说要烧你了，是要用稻草人来代替你，以后你再这样对长辈说话，看我不揍死你。听完爹的话，我的心里顿时就安定了下来，也止住了哭泣。说罢，爹就出门去抱了一捆稻草回来。二奶奶3下5除2的就扎好了一个稻草人，然后把我的生辰八字和名字都写在了上面。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二奶奶教了我几句话，让我在烧稻草人的时候说给娘听。我们一群人来到了院子里，二奶奶在娘的坟前点了一把火，把稻草人丢了进去。我就跪在娘的坟前，把之前二奶奶教我的话说了一遍。娘，我给您烧了个稻草人代替我，您要是想我了，就跟他说说话，不要再回来了。等一切都结束之后，我们就回屋睡觉了。一夜无话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和爹还在睡觉的时候，就听见院子里传来了二奶奶大喊大叫的声音，出大事了，要翻天了。我们被这声音惊醒，开门朝屋外跑去，但刚到院子就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。只见院子旁那棵树的枝桠上系着一根大拇指粗的麻绳，奶奶的脖子被麻绳拴着，僵直的挂在了树上，两眼直勾勾的盯着娘的坟墓。二奶奶边哭边将奶奶的尸体给弄了下来，而爷爷看到这一幕却啥反应都没有，直接坐在了屋檐下，拿出烟杆抽了起来。爹问二奶奶这是谁干的，二奶奶指了下那棵树答道，树这么高，他咋可能爬得上去，除了小雕他娘还能是谁，这事我也管不了了，软硬都试过了，我也没辙了，再管下去可能连我的老命也得搭进去。这时爷爷走了过来，盯着坟墓说，挖出来烧了。爷爷的这一句顿时把二奶奶给吓得够呛，
连忙阻止说：“你老糊涂了，你要是烧了它，那这事就闹大了，到时候就更无法收场了。”爷爷此时也没了主意，便问道：“那到底该咋办？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我们害得家破人亡吧？”二奶奶想了会儿，眼睛突然一亮，说：“我镇不住他，是因为我本事不够，你们去找个本事大的人，就能够镇住他了。”“上哪儿找本事大的人呢？”爹问道。二奶奶说：“山里有个道观，里面住着个小道士，他本事大，你准备点钱，带着小雕去求他帮忙，他出手，这事或许就有转机。”于是爹当即就带着我去了道观。我们在山路上走了一下午，到了傍晚才来到了这个道观门口，却发现这座道观早就破破烂烂，到处长满了杂草，根本不像有人住过的样子。我们进入道观，把里面找了个遍，连个人影都没看到。爹当时就绝望了，一直沉默不语。过了一会儿，爹才将兜里的钱递给我，说道：“小雕，你在这等我，我去附近看看有没有人，我过会儿就回来。”说罢，爹就离开了。我等了约莫有2-3个小时左右，爹还是没有回来，我才明白过来，爹把我丢在这里，自己回去了。于是我壮着胆子，借着月光，沿着来时的山路往回走。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树林，约莫走了有半个多小时，我就发现我已经迷了路。就在我情绪快要崩溃，想放声大哭的时候，却听见这林子里传来了啪啪的拍手声，吓得我一个机灵，马上躲在了一棵树后，紧张地观察着四周。那声音越来越近，没多久，一个约莫60-70岁的老头出现在了我的视线中。我屏住呼吸，生怕被他发现，但现实就是你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。这老头径直朝我走了过来，看了我一眼道：“这是谁家的娃？这么晚了在这干嘛？”我没吭声。他又说道：“是迷路了吧？我正好也要下山，你就跟着我走吧。”我看他不像坏人，就应了声好，然后就跟着他往山下走去。他边走边跟我说：“你走夜路可要记住，一定要拍巴掌。俗话说人怕鬼3分，鬼怕人7分，你只要拍了这巴掌，不干净的东西也会被吓跑。”我听后也跟着他拍起了巴掌。就这样走了约莫有2个多钟头，还是没有看到村子。我心里顿时有些急了，便开始向四周张望。就在我往身后看的时候，却把我吓得双腿一软，差点跌坐在地上。不知何时起，我们俩身后已经跟了好几个人了。我急忙对老头说：“后面有人跟着我们。”老头回头看了一眼，也慌张地对我说：“快跑，我们被林子里不干净的东西盯上了。”说完就要拉着我向前跑。就在这时，前面却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，挡住了我们的去路。我们停住了脚步，只听见那人的声音缓缓传来：“不干净的东西，你不就是吗？”话刚说完，那人就来到了我们的面前。借着月光，我看清了这人的长相，年纪约莫20出头，一身黄色道袍，手里拿着一把木剑。他走近后对我说道：“小弟弟，你胆子够大的呀！大晚上的一个人敢往这林子跑，你知道你旁边这老头是什么吗？”我摇了摇头，他根本就不是人。听到这话后，我吓得一大跳，拔腿就要跑，但那老头的动作却出奇的快，一把就抓住了我的衣领，把我给拎了起来，笑盈盈的对我来了句：“小家伙，你要往哪去？”我就这么悬在半空，四肢乱蹬，并对着那道士大喊：“救救我！”没想到那道士却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叫我一声哥，我就救你。”我又慌忙地喊了声：“哥，救救我！”他哎了一声，答应了我，旋即就往那老头身上一指，说道：“他现在是我的弟弟，给我个面子，放了他吧。”话刚说完，就听到那老头呵呵的冷笑了2声，恶狠狠地说：“别说放他了，今天你也得留下来，谁都别想走。”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那道士也不再多说，直接伸手在空中一抓，嘴里念道：“来。”话音刚落下，隔着那么远的距离，那老头瞬间就被吸到了那道士的手里。我呆立在原地，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。不只是我惊呆了，除了那道士，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这时又听见那道士说道：“让你给我个面子，是看得起你。”说完随手一抛，那老头就被他扔出了老远，重重地摔在了地上，满脸惊恐地看着他：“今天我心情好，就放你们一马，下次再让我遇到，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”那群人一听这话，如释重负，转眼间就消失不见了。那道士来到我跟前，把我扶起来，问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。我就把家里的事情以及来这里的原因
一五一十的跟他说了一遍。在跟他的交谈过程中，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个道观里的道士，他让我称呼他为王大哥。我连忙将爹给我的钱拿出来递给他，他却摆摆手说道：你既然叫我一声哥，那你就是我弟弟，哪有拿弟弟钱的道理？先跟我回道观收拾家伙，天一亮就去你家。我应了声好，就跟着他回了道观。清晨天刚灰蒙蒙的亮起，我俩就从道观出发往山下走去。在路上走了大半天的时间，到了晌午才进了村。刚来到家门口，却看到爹、爷爷、二奶奶他们三人正抬着奶奶的棺材一步一步的往门外走。王道士看到后顿时就是一惊，急忙上去阻拦，并喊道：快放下，这棺材抬不得。爷爷看到有个陌生人过来阻拦，就厉声问道：你是谁？你难道不知道棺材中途不能落地吗？说话的同时，他们也看到了王道士身后的我。我知道爹将我留在道观是为了保护我，所以我并没有生他的气。我对他们说道：他就是道观的道士，是来帮我们家的。三人听到我的介绍后，对王道士的态度也立即转变了，按照他的吩咐将棺材放在了地上。王道士走上前，抬手对着棺材盖轻轻地敲了3下。就在大家都对他的这个行为一脸懵的时候，棺材里面突然传出了奶奶的声音：哎呀，是谁把我装在里面的？我还没死呢。随后棺材里面又发出了咚咚的敲击声，这一连串的声响彻底将我们都吓傻了。就在我们都还没有从震惊中缓过神来的时候，王道士就吩咐着大家把棺材抬回了屋里。到了屋里，爷爷和爹就想要把棺材给打开，但王道士却说开不得。爷爷不解问道：人还没死呢，为啥不能打开？等会儿就真的憋死了。王道士说：别急，你再听听，还有动静吗？屋子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，大家都屏气凝神的听着，但棺材里却没有再发出半点声响。就在这时，王道士又轻轻的对着棺材敲了3下，敲完的刹那，棺材里再次发出了咚咚的声音，然后又是奶奶的声音：是哪个龟儿子把我装在里面的？快放我出来！说完这话，里面又没了声响。王道士解释说，这是怪变的迹象，如果人死透了，你就是敲再多下都没用，如果把他放出来，恐怕这村子里的人都要跟着遭殃。大家听到王道士这么说，都是一惊，急忙请求他出手帮忙。王道士点了点头说道：凡事都要讲究对症下药，我现在要先搞清楚他怪变的原因，才好解决这件事。爹问道：有什么办法吗？王道士回道：今天晚上我会把他放出来，他出来之后并不会看到你们，他就会喊你们的名字跟你们说话，但你们可千万不能答应，一旦答应他就能看到你们，到时候就很难处理。我们所有人都表示明白了。到了晚上，王道士将棺盖上的钉子都撬了出来，让我跟他留在堂屋，其他人都躲进了卧室里。随后王道士就用手在棺盖上扣了3下，马上将我拉到了墙角，就听见棺材里又发出了奶奶的声音：你们这些没良心的，快把盖子打开，让我出去，我还没死呢。话音刚落，随即就是一阵拍打声，接着就看到棺盖松动了一下，停顿了几秒钟，只听轰的一声，棺材盖竟被掀起了1米多高，重重的砸在了地上。此时我的小心脏瞬间剧烈的跳动了起来，我紧紧的躲在了王道士的身后，一动也不敢动。约莫过了有半分钟，就看见奶奶从里面跃了出来，站在地上，然后迈着步子朝他的卧室里走去。奶奶进了屋后，我和王道士也跟着来到了门口。只见奶奶像往常一样坐在了床边，向四周看了看，然后开口喊：我爷爷沙老刁，你去哪了？过来帮我捶捶背。奶奶停顿了会儿，没听见爷爷回应，然后又喊我爹：大刁，你打工回来了吗？也不来看看娘。这时爷爷和爹也来到了房门口，偷偷的向里面张望。王道士忙对他们摇头，让他们回去。爷爷却低声对王道士说：我不答应他，就看他一眼，怕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接着奶奶又把我们所有人的名字都喊了一遍，见没人答应，他就站起身来，走出了房门，来到了院子里，坐在了屋檐下的小凳子上，看着门口，就好像是从前在等我们回来一样。爷爷看着这一幕，转头问王道士：真的没救了吗？王道士摇了摇头。爷爷叹了口气，跨步走出了堂屋，来到奶奶跟前，说了句：刚才是在喊我吗？爷爷的这个举动惊呆了我们所有人。
就在爷爷的话音刚落，奶奶突然猛地抬头看向了他，脸上凶相毕现，一改之前那安静的样子，伸手便向爷爷抓了过去。就在这电光火石的瞬间，王道士出手了，他抬起右手，向爷爷的方向隔空拍出一掌，嘴里念道：“去！”只听砰的一声，爷爷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翻在地，奶奶的手也抓了个空。奶奶没再去管爷爷，而是转头看向了王道士，说：“你个小兔崽子，竟敢多管闲事！”说完就冲着王道士扑了过来。王道士不为所动，手上多出了一张符纸，甩手就向奶奶扔了过去。符纸好像有吸力一般，稳稳地粘在了奶奶的额头上，瞬间奶奶就停了下来，纹丝不动。这时我和爹才跑过去将爷爷扶了起来。王道士走到爷爷身边说道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还请老人家节哀顺变。”爷爷重重地叹了口气道：“我只是想试试他是不是真的变成了怪，现在看来是真的了。王道长，接下来就全仰仗你了。”王道士帮着爷爷和爹重新将奶奶装入堂屋的棺材里。之后王道士对我们说道：“你们家里接连出现这些怪事，绝对不是意外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有一只幕后黑手在操纵着这一切。小雕他娘和他奶奶都是被人动了手脚，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”爹急忙问道：“王道长，有办法解决吗？”王道士回答：“他们的身上都被人注入了一种阴煞之气，而尸体一旦拥有了这种气，就会变成鬼怪或者僵尸。这种阴煞之气并不会消散，必须有一个载体将它过渡过来，方可解决。”爹又问道：“那上哪去找这个载体呢？”王道士这时转头看向了我，说道：“我感觉到小雕的身上散发着一股庞大的极阴之气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小雕应该是阴年阴月阴时出生，在出生时他娘又去世了，是万中无一的纯阴之体。”二奶奶想了想，也附和道：“王道长说的没错，小雕确实是那个时候出生的。”王道士又道：“这就没错了，只有小雕这样的身体才能承受得住这股阴煞之气。”我听完王道士这么一说，心里顿时就是一紧，感觉被王道士给坑了，脸上露出了比哭还难看的表情。王道士看到后，伸手拍了拍我的脑袋，笑道：“你紧张什么？这阴煞之气对你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”听完这话，我的心才稍稍安定了一点。王道士接着说：“现在已经过了做法的最佳时辰，明日子时，我做法将他俩身上的阴煞去除，好让他们安心上路。”我们大家都恩恩点头，各自回屋睡觉去了。王道士和我睡一个屋，但我刚躺下没多久，就感觉头痛欲裂，像被无数的针往脑袋里扎一样。我大喊了一声“好痛”，就双眼一翻，晕死了过去。等我醒来，已经是第二天晌午。我睁开眼，就看到一家人都站在床头，全都紧张地盯着我。我的额头上还贴着一张黄符纸，在我刚醒来没一会儿，就见这黄符纸迅速变黑，然后就化为灰烬，消失不见了。见我醒来，爹第一个开口问我：“头还疼吗？”我发现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能对爹摇了摇头。爹紧张地问王道士：“小雕这是咋了？”王道士看了看我，说道：“他现在的精气神已经缩减到了正常人的一半，寿命也在急剧下降。这是中了定头7剑的咒术，中了这歹毒的咒术，一般人活不过3天。看来幕后那人已经开始对小雕下手了。”爹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“要让我知道他是谁，我非得弄死他不可。”之后又连声求着王道士救我。王道士抬手摸了摸我的脑袋，说：“放心，只要有你哥我在，就算是阎王爷想要你的命，也得我点头才行。”说罢就吩咐着爹和爷爷他们去将我娘的棺材挖了出来，抬回了堂屋里。接着他们几人忙活了一下午，在堂屋里摆起了一个法坛，又将做法要用的东西都准备了齐全。到了晚上11点，爹将我从卧室抱到了堂屋，放在了2口棺材的中间。随后王道士也开始摇响了手中的铃铛，嘴里念念有词，绕着棺材周围踱步。他每摇响一下铃铛，2口棺材就跟着颤动一下。到了最后，2口棺材颤动得越来越厉害，仿佛快要散架一般。也就在这时，王道士迅速来到了法坛前，右手持剑，左手拿出2张符纸，嘴里默念了一句口诀，随即2张符纸就无火自燃了起来。王道士迅速将符纸扔进了地上的铁盆里，引燃了盆里的纸钱，接着又用手中的桃木剑对着2口棺材各指了一下，最后将剑尖指向了我，大喊一声：“急急如律令！”是。
这时只见两口棺材内各飘出了一团光雾，迅速地钻进了我的身体里，两口棺材也随即停止了抖动。我只感觉体内有两股暖流在四处游荡，浑身暖洋洋的，精气神也瞬间就恢复了过来。就在我还躺在地上舒服地享受着这种感觉的时候，王道士冷不丁的一嗓子给我吓了一跳：“你小子还躺在那干嘛？还不起来！”我只好灰溜溜地爬了起来。爹和爷爷他们看到我安然无事，顿时舒了一口气，急忙上前对王道士表示感谢。王道士摆了摆手道：“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明天就把他们抬到后山安葬吧。”大家都点头同意。忙活了大半晚，大家都困了，就各自回屋休息去了。我和王道士刚躺下，他突然问我：“你知道是谁想要害你吗？”我摇了摇头。王道士继续说道：“想要施展钉头七剑术，施法人需要一定的道行，要先扎一个小草人，然后将你的生辰八字写在上面，再对稻草人做法咒杀你。而我已经向你爷爷他们打听过，知道你生辰八字的只有你爹、你爷爷奶奶，还有就是你二奶奶，所以对你施展钉头七剑的只可能是这4人，然而会法术的只有你二奶奶一人。”听到这里，我的心里就是咯噔一下，我怎么也不敢相信，那个慈眉善目、对我和蔼可亲的二奶奶，竟会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。第二天中午，爷爷和爹就张罗着村里人，把奶奶和娘的棺材抬到后山北安葬了。之后又请帮忙的人在家里吃饭，坐在桌前，我发现二奶奶不见了。我问爷爷，爷爷说家里事情解决了，二奶奶回家去了。我也没多问。在吃饭时，一位叫二狗子的村民对王道士说道：“最近几天，我家里的一口老井突然干枯了，变成了一口废井，并且昨天傍晚，井里还散发出了阵阵青烟，非常的诡异。你本事大，想请你去帮我瞧瞧。”大家都说二狗子是眼花看错了，但王道士却点头答应道：“好，吃完饭就去。”饭后，我和王道士跟着二狗子来到了他家院子。我们来到那口井边，往里面看了眼。我说：“二狗子肯定是瞎说的，这里面啥也没有，怎么会冒烟呢？”但王道士却十分认真地盯着井口，并从身上取出了一张黄符，丢了进去。但那符纸刚到井口就灭掉了。王道士顿时就是眉头一紧道：“这口井有古怪，刚才我丢进去的是聚阴符，正常的水井属阴，这符不会这么快就灭掉。走，我们下去看看。”说罢，王道士就顺着绳子滑了下去，之后我也紧随而下。来到井底，我发现四周都是石壁，啥都没有，就想要上去。王道士却笑了笑说道：“果然有猫腻。”我一脸疑惑地望向他，他接着说道：“这里被人布了个幻阵，普通人是无法看出来的。”他就掏出一张符纸贴在了我的胸口，我眼前的石壁瞬间就发生了变化，在石壁的一角出现了一个2米多高的石洞，石洞里烟雾缭绕，隐隐约约还有光线发出。我现在才相信二狗子所说的是真的。王道士率先进入了洞穴，我也迈着步子跟了进去。进去后就发现这个洞穴深不见底，四周的石壁上画着各种歪七裂八的符文，我一个也看不懂。但王道士却一脸震惊地说出了一句话：“失传已久的七星玄机阵。”没想到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山村里，竟然隐藏着这么一个强大的阵法。我不解地问道：“很厉害吗？”王道士呵呵一笑道：“七星玄机阵是道家最顶级的阵法之一，这阵法一旦启动，能夺走天地之造化，你说厉害不？幸好这阵现在还没完成，否则我俩刚才已经死了不下10次了。”我一听这话，心里也慌了起来，急忙催促王道士往回走。王道士也觉得再走下去可能会有危险，所以我俩就折返回去了。但我们刚到家没多久，就听到门外马路上闹哄哄的，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他们是去请二奶奶帮忙的。就在刚才，二狗子掉井里摔死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和王道士都是一惊，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没了？不过王道士很快就反应了过来，小声的对我说道：“可能跟玄机阵有关。”过了1天，二奶奶就看好了风水，把二狗子埋在了村旁的一个小山坡上。下葬这天，王道士带着我绕着村子周围走了一圈，我们惊奇的发现，在村子的周围共有6座坟墓，其中就包括我娘和奶奶以及今天刚下葬的二狗子。而这6座墓的位置也很讲究，是按照七星玄机阵来排列的。
之后，王道士又向一位村民打听后得知，这几座墓最早的一座刚好是10年前的，而这些墓的位置都是二奶奶挑选的。了解到这些消息之后，王道士突然恍然大悟地对我说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一切都明白了。你二奶奶是在用这个村子布阵，而那6座墓就是压阵之物。现在7星已经集齐了6星，只差最后1星。这最后1星就是这阵法的阵眼，也是开启这阵法的关键所在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这最后1星就是你。”王道士接着对我说道：“这个玄机阵从布阵到开启需要10年时间，而明天就是7月15，我猜测今晚子时就是开启阵法的日子。”说罢，王道士突然一脸严肃地看向我，问道：“小刁，你想我插手这件事吗？如果你不希望，我可以带你走，任何人都无法伤害到你。如果你希望我插手，不止你二奶奶活不了，或许你爷爷也活不了了，我无法保证他们的性命。”听到王道士说到我爷爷，我一脸疑惑地看向他。王道士又说道：“其实我早就对你爷爷有所怀疑了，他之所以从前不愿将你娘的坟墓迁出家门，就是因为时机不到。玄机阵对压阵之人的生辰八字以及压阵日期都有着严格的要求，提前抬出家门，压阵之物就会失去作用，所以他一直将你娘的魂魄困在家中，所以你家中才会发生这些怪事。”听到这里，我已经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我曾经最敬爱的2个人，在这一瞬间突然变成了要害我的凶手，我就呆呆地站立在那里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才声音颤抖地开口问道：“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王道士想了想，才回道：“或许是为了夺取阵中的能量，也或许是其他的原因，我现在还不清楚。”我这时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突然不想逃跑了，对着王道士语气沉重地说道：“王大哥，你能够帮我阻止住爷爷他们吗？不要让他们再害人了。”王道士看了我一眼，云淡风轻的应了声：“好，既然是弟弟的要求，做哥哥的一定满足。”说罢就带着我往家的方向赶了回去。我们回到家中，没见到爷爷，问爹，爹说你爷爷出门了，等会儿回来。我也来不及多想，就把王道士刚才对我说的原原本本的跟爹说了一遍。爹听完后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我，还没等爹发问，王道士突然说了一句：“来不及了，跟我走。”说罢就拉着我出了门。我们一路狂奔，来到二狗子家门口，就看见那井口正往外冒着黑烟，井口边上还站着2个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我爷爷和二奶奶。我喊了他们一声：“爷爷，二奶奶。”只见他俩木讷的转过头，面无表情的看了我一眼，转身就跳进了井中。我惊呆了。王道士来到井口，往里看了一眼，暗道：“不好！”就在此时，在我的身后却突然的传来了一声笑声：“好好好，都来齐了！这一天我可是等了10年了。”话音刚落，我就感觉我的2只手都被人给抓住了。我回头一看，只见我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3个人，一位身着紫色道袍的老道和2位小道士，而此时2位小道士正一左一右的站在我身后，牢牢的抓着我的双手，让我动弹不得。我急忙对着王道士大喊：“哥，救我！”王道士此时也已经拔出了桃木剑，正欲动手，只听见紫衣老道又说道：“你最好别动，否则这小子立即就会死。”王道士顿时停住了身形，盯着那老道说道：“原来你才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。”老道呵呵一笑说：“没错，你认为就凭那老头和那老太婆能布得出来这个阵法吗？他们不过只是我手中的2个工具而已，用完就扔了，做压阵之物正好合适。你好歹毒！”王道士咬着牙一字一句的说道。那老道不以为然的一笑道：“愚蠢，跟你师父一个德性，你师父就是太过愚蠢，才会着了我的道，死于我的剑下。要不是他横加阻拦，我20年前就已经用你来做了这起阵之物。”王道士冷冷的说道：“原来就是你害了我师父，而我来到这里也是你计划好的。”老道哈哈大笑道：“你小子还不算太蠢吗？那你就去死吧！”王道士大喝一声，闪身就来到了老道面前，飞身一剑斩下。老道急忙抵挡，2人站在了一起。趁着他俩打斗的时候，那2个小道士把我拎到井边扔了进去。我只感觉到一阵剧痛，就晕死了过去。等我睁开眼时，却发现我的双手被一条铁链给捆住了，铁链的那头竟是一个身着黑袍的阴差，他正拉着我往前走。我尝试着挣脱这铁链，但都徒劳无功。
就这样不知走了多久，我们来到了一座巨大无比的石门底下。我抬头一看，上面赫然写着鬼门关3个大字，我这才明白，我这是来到了阴曹地府了。进了门后，又走了一会，一座宫殿出现在了我的眼前。宫殿门前还站着2名手持牛角叉的阴差。宫殿上方一块匾上写着城隍殿3个字。我被带进了大殿内，看见大殿上方桌案后面坐着一个身着红色官服、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，他伸手指向我说道：“你小子可算来了。”说罢，他拿出了一本蓝皮簿子，用笔在上面写着，边写嘴里还边念道：“沙小雕，生于1990年，卒于1997年，是煞星将士，投入第4层孽境地狱，刑期100年。”说罢，就有2位阴差上前，准备把我带走。可就在这时，却突然听到了轰隆一声，就见那2位阴差直接倒飞了出去，重重的砸在了城隍爷的桌案前。我转头一看，就惊喜的发现王道士不知何时已经来到了我的身边。城隍爷大惊道：“你是何人？胆敢擅闯城隍殿？来人，给我拿下！”话音刚落，周围就围上来了几个阴差，但王道士却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，对着他们大手一挥，并喝道：“滚！”只见到那几位阴差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击飞了出去。城隍爷看到这一幕也是一惊，指着王道士大吼道：“大胆！你可知道我是谁？”王道士却冷冷一笑道：“你不就是个小小的城隍吗？还敢在我面前摆谱？就算是阎王来了又如何？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算账的。你作为一个城隍，却收受邪修道士的好处，与他勾结设阵害人，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，除掉你这个毒瘤！”说罢，就将手中的桃木剑对着城隍就甩了过去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城隍爷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桃木剑一剑刺穿了眉心，还没来得及惨叫，整个身体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，最后化作一道青烟消失不见了。这时王道士才转头对我说道：“一切都结束了，走吧，我们回去。”说罢就牵着我的手冲出了阴司。我只感觉眼前一黑，就失去了知觉。当我睁开眼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躺在了我的床上，而床前还站着一群人，有王道士爹、爷爷、奶奶、二奶奶，还有一位我日思夜想的人娘。没想到他们都在，我又惊又喜的看着眼前的这群人，不确定这是在阴间还是阳间。我向王道士投去了询问的眼神，王道士点头会意，来到我跟前笑了笑说道：“你家人和村民都是被那邪修道士与城隍勾结所害，他们阳寿未尽，我把那邪修道士斩杀后，把他的魂魄带到了阎王的面前，说明了情况。阎王了解了真相后，给你娘他们都重塑了肉身，并还了魂，所以现在他们都已经跟我们一样，是活生生的人了。”听到这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放声大哭了起来，对着王道士衷心的说了声谢谢。王道士摸了摸我的头道：“我已经跟你家人商量过了，明天就带着你跟我回道观学习道法，你愿意吗？”我非常高兴，毫不犹豫的回道：“我愿意，当然愿意。”第2天一大早，我和王道士就在家人们的目送下离开了村子。